于是我们 SS86 大力神终于可以进行完成合体的样式了。来，先把这个袖套顺这窟窿给它怼进去，找一找扣眼。好，另外的一根也是顺这里插上。腿部的结合直接顺着这里边双腿滑槽，先把这一侧滑进去，然后夹一下。总让我感觉很不理解，为什么这一侧的大力神他这腿是侧面歪着的呢？为什么不居中呢？搅拌机呢，打开这个盖子，顺着这里边的滑槽扣进去，然后再结合。胳膊往上挂的时候，原版 IDW 呢，它是脱斗的手臂翻出来以后，用这两个履带夹一下。这一回不是，这回是一个滑槽，直接滑上去，然后履带后方这里有一个扣子结合。另外一边同样滑进去，插到底，履带后方扣合，前方这里胸甲4点插合。哎，该说不说，正面看起来这个大力神的样子还是挺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种感觉啊，很好看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但是该有的一些身材比例的问题还是有，这条胳膊问题不大。另外的这一条其实跟 IDW 的问题一样，因为履带结合在了身体上边，所以这一块的大臂显得有一些单薄。另外就是如今的这个设计风格审美，腿显得非常的短，身材和腿部的比例不是很协调，从单体到最后的合体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他还故意设计成了靠外边的这么一个操作啊，其实原因是啥呢？他是想把大力神的两条腿立正，笔直的站起来。如果两条小腿和大腿呈现居中的话，那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撞在一起了，大力神只能 A 站。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。其实要说上半身，之前我们在主体的两个成员的时候就看了，挺好看的啊，包括头雕，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，这些元素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可是这款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拧到侧面来。硕大的背包、脱斗两条重重的腿，再加上下边大裤衩子折叠过来的这些板材，导致了后背这一块非常的重，整体的重心是在居中的位置上的，但是后方这里拽着它容易往后仰。得益于搅拌机后边支撑起来的这两个板子啊，其实支撑的力度能加上一些。队长铲土机的两条胳膊往后折90度，也是为了加出一个脚后跟来支撑它硕大的背包，但是它这个关节的支撑力度不是很稳，这一块锁上了。但是对于上半身6个成员这么重的一个重量，如果只是靠这种柔软的材料，再加一些小的咬扣，支撑的稳定性其实不太靠谱。所以这个位置的加强尤为重要。我看后边配件包公司专门补足了这一点，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。再加上队长的这个胯部啊，其实这一块理论上是能锁住的，但是也因为软料子啊，它的那个支撑性、刚性、硬度没有那么的强，这一块在站立的时候，如果说后边重了、后仰了，很容易从这个地方掰开。为什么之前我说搅拌机是这6个成员里边设计最好的呢？它在各个方面的承重性、单体的变形过程中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，完全支撑得住。为啥？因为它是一个全部重新设计的模具。大家都明白 SS86 这一套模具是用 IDW 缩小改造出来的，完全重新设计的，也就是搅拌机和脱斗了。脱斗改的相当失败，为了做这个大裤衩照顾美型度，合体的时候把两条腿全部的绑在了后边，这也是从侧面看和后面看都相当难看的一个操作啊。这个鼓起来的这个感觉，你说为了还原大力神背后的这个小书包吧，其实那个小书包动画片里边也挺 bug 的，它的书包是个紫的，你光用脱斗的两个腿掰过来的话，颜色也不好看，再加上太大了，这一块非常的累赘，而且显得后背的这个地方很空。曾经 IDW 那个大的是用脱斗的两条腿变成了大腿，小书包的这一块是用脱斗中间的镂空出来的一个东西，那个就没有多大的重量了。再加上 IDW 原先虽然是做大了，但是一些齿轮关节支撑的稳定性完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一回的 SS86 啊，主要就是这一块太难看了，你把它去了，怎么都好看，加上这个，得不偿失。
现在玩家们其实也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很多的官方设计产品，它都只注重一个正面的造型还原，背面基本上都是不管不顾的，反正什么东西收纳不了了，往后背一扔，你们只看个正面，是吧？电影系的大龟壳，整个的车扔到后背。偷胶空洞不补的窟窿扔到后背，甚至就连 MP 所谓 3.0 的大师级擎天柱又如何呢？44的后背不也那样吗？所以基本可以理解为这是官方现在的一个企业文化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可动，头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点头抬头这个没有办法，这锁定住的。肩膀这块其实锁的挺稳的，来回的平举，没有齿轮关节。倒是这一块的支撑性还不错，能把履带锁在这个位置上边，也是联景在 IDW 时代策划下来的一个改造方法。但是这一块锁定上去以后，确实对于肩膀的一个加强度，以及整个的一个胸口变宽的这么一个壮硕感，有了一个很好的补足。胳膊肘这一块只能折这么一点点的幅度，左右可以旋转，手腕可以来回旋转，四指打开。但是小臂后边这里还是空的，你好好站会儿。腰部这里左右可以有一定幅度的旋转，但是也会被后方这个大大的裙甲卡住。前踢齿轮关节90度，支撑性踢的都是挺稳的。后踢也能踢个大概40-50度，借一下角度就能踢平了，让开后边那个多余的板子得。侧踢这一块是没有齿轮关节的，但支撑性没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得益于大裤衩制造的高可动范围。膝盖位置用了齿轮关节，大腿做了一个裤衩，它也做短了，很不协调的一个比例。脚踝左右接地，这里竟然设计了齿轮关节，我们在单体的时候也看到了。但是这一块你必须得把这胳膊掰开，挪到后方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脚部接地的关节会被阻碍到的。也是啊，什么不管，往后边一扔，就像我刚才说的。你这个地方就假装看不到，胳膊支棱出来，所以正面看怎么都好看，上半身也挺好的，下半身和后背，其实我觉得，对，就这么设计挺好的啊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毕竟是联景商务嘛，对不对？曾经是被誉为最会省钱的设计师，所以这一次的大力神也算是临危受命。能在有限的成本之下做出来这个样子，其实应该满足啊！我们应该感谢联景，感谢塔克拉，感谢孩之宝。毕竟现在原料的成本这么高，经济又不景气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，能在这么点的成本里边做出来正面还原度这么高的一个大力神，我们这些当玩家的应该站在孩之宝的立场上边，好好的反思一下。如何让企业发展下来？如何继续维护变形金刚这个 IP？ 是应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，人人的奉献一点，才能把孩之宝托起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翻回来，我们再说联景商务，卡卡拉第2代的知名设计师，他曾经挑起了 MP 2.0时代的大梁，出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。曾经在 IDW 的时代，大力神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篇采访稿了。当时的联景商务是准备把这套大力神放在 MP 线里边开发的，但当时也是因为成本的控制，无奈缩减成本之后，把它放在了8家的儿童玩具线。但这一次 SS86 的大力神联景商务为什么再次操刀呢？我觉得也是心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，没有把大力神 MP 化。是对一个设计师，尤其已经画出来了草稿，已经做好了伟大设想之后，却没有达成最终愿景的那种怨念。SS86 的这条线，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之前出的一些产品上面感觉出来，它是想做精品化，它这条线是想在有限的成本下，最大限度的去聚拢这波老玩家、看记忆的玩家们。所以联景又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，这一回的 SS86 大力神可以说做的没跌份儿。真的，我觉得做的真的挺好的，好样的。不管说后背如何，侧面如何，下半盘如何的不稳定，但是样子看起来多精神，是吧？这套组合最后能完成到这样的程度，我觉得联景已经尽力了。下一步嘛，其实主要还是看看市场的反馈啊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受欢迎吧。毕竟G1的粉丝这么多，联景的粉丝这么多，对吧？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而且在这套86大力神陆陆续续推出的过程中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几个成员也都被炒到了天价，所以我觉得收藏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。
最重要的差点忘了，合体之后32公分左右，也算是现在官方合体的主流比例，能跟大无畏飞天虎进行比例搭配。就价格方面来说，目前这一套还在上涨的趋势中。一套32公分左右的海之宝8加线的合体金刚啊，目前炒起来的这个价格确实挺不理智的。当然，你翻回来再说，连井大师的作品啊，再加上大力神这套合体金刚，在我们的童年应该是人气最高了。所以啊，以我看的话，未来还有上涨的趋势啊。我不知道那些炒大力神的人什么性格啊，就以我这么贪财的人来说，这得买个10套8套的放那儿，千万别开盒，一开盒就不值钱了。MISB 和 AIB 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，也千万别开盒检查中奖现象的这么大。现在的越南代工已经很成熟了嘛，对不对？越南代工了这么多年，他们的经验了，包括一些监管的力度了，我觉得都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海之宝，相信变形金刚，相信连井张悟，相信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无论它是不是你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形象，也不论你对他有没有情怀，支持、理解、包容，献出一点自己的爱心，还可以让海之宝继续伟大。那么得嘞，以上便是86大力神的全部内容，终于是完结，撒花。